外界注意到，拉夫罗夫访华与美财长耶伦访华有一定的时间重叠。针对耶伦近日警告称，在乌克兰危机中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将面临重大后果，在8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严正表示，美方不应抹黑中俄两国间正常的国家关系。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始终致力于为停火止战、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有关国家不应当攻击抹黑中俄正常的国家关系，不应当损害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方的正当权益。美国财长耶伦的此次中国行接近尾声，在过去4天时间里，他到访广州、北京2座城市。8号下午，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中方与耶伦财长举行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谈交流，双方一致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加强经济、金融领域沟通合作，努力为两国企业双向贸易投资活动创造良好环境，促进中美经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于宏观经济形势，中方重点向美方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中方指出，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和可持续增长。去年，中国经济总体继续保持了回升向好的势头，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完成，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这些成绩是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取得的。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回升向好势头，有信心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关于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发展中国家债务处理、世界银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全球性挑战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在多边渠道下就相关问题继续保持沟通与合作。财政部官员介绍，中方明确表达了对美方制裁限制中国企业、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等措施的严重关切，指出这些措施损害中国企业和民众的正当权益，也不利于美国企业和民众的福祉。中方欢迎美方关于无意寻求对华脱钩的表态，希望美方采取切实行动，停止制裁限制中国企业。针对美方提出的产能过剩等问题，中方进行了充分回应。中美此轮接触也达成了2项重要成果，一是由两国财政部牵头，在中美经济工作组框架下就两国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议题进行交流；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牵头，在金融工作组框架下就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等议题持续开展交流。据介绍，遵照双方牵头人指示，双方工作层将在经济金融工作组向下持续推进落实上述共识。2个工作组的第4次会议拟于4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分别举行。耶伦也在访华行程结束之际，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总结此次行程。他再次强调，中美2国经济联系密切，脱钩会带来灾难性后果。It's undeniable tha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on a stronger footing today than this time last year. 在40分钟左右时长的记者会上，耶伦首先肯定了近期中美各部门沟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认为这些都是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愿景的重要努力。对于此次访华行程，耶伦表示，中美之间的交流推进了美国的利益。当天早些时候，耶伦在北京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举行会晤。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中美正加强在金融稳定问题上的合作，即最近演习处理应对一家大型银行倒闭后，计划再举行2次模拟金融冲突的演习。耶伦在记者会上宣布，中美将继续进行一系列金融技术交流。不过，记者会上，耶伦再次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向中国发难。新加坡联合早报指，这是耶伦9个月内第2次访问中国，而他此行的重点就是就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与中国政府沟通。美方认为这些问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商构成了威胁。耶伦指，中美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建立一个沟通机制，针对性地讨论有关话题。I firmly believe that addressing these imbalances in an appropriate way
will not only be good for the U.S. and the world, it will also be good for China's long-term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Importantly, we have and will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at our concern about overcapacity is not animated by anti-China sentiment or a desire to decouple. 美媒注意到，对于美方连日来针对中国新能源产业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中方官员在与耶伦会谈时也进行了针对性回应。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引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话称，中方再次强调不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并向美方表示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从经济规律出发，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一方面呢，我们要让全球市场离不开中国产品；另一方面呢，也要使得全球产品呢离不开中国市场。如果说我们在这两个方面能够都取得比较好的进展，那么无论其他的政治势力对中方的相关企业和产业泼什么样的污水，报以什么样的说辞，那么我们呢都能予以充分的应对。5号至6号，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耶伦在广州举行多轮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中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项下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合作等议题。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进一步表示，中美关于国内和全球平衡增长的交流，对于美国加深对中国政策的理解，并继续表达美方关切至关重要。据悉，关于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讨论将在两国去年成立的中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项下进行，工作组也将讨论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合作等其他议题。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路透社引述美国财政部官员的话称，耶伦没有威胁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征收关税，也没有采取其他增设贸易壁垒的具体措施。耶伦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可能的短期解决方案是提振消费需求，转变增长模式，摆脱供给侧投资。外界认为，相关讨论仍聚焦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此次会谈仍是积极的，至少证明两国愿意通过沟通对话解决分歧。说到底呢，美方这套逻辑就是认为呢，中国的这种高科技产业的增长没有平衡所谓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实际上呢，也显示出美方对自身在相关产业竞争力不足的担忧。在这个时候美方提出平衡经济增长这一套说辞呢，非常值得我们警惕。未来呢，美方很可能以此为理由，对中方的相关产业、相关企业进行新的行政打压。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媒大体上积极评价耶伦此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虽然耶伦传递的信息较为强硬，但总体而言还是有所收获。报道指，耶伦此行是中美两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管理竞争的组成部分。法新社也引述分析人士的话称，此次访问反映了拜登政府的外交努力，许多美国选民支持与中国政府高层进行会谈。纽约时报分析称，耶伦此行之际，拜登政府试图平衡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包括限制美国技术的获取和保留对数十亿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同时保持定期沟通渠道畅通，并避免经济战。 There are going to be more talks in Washington in 2 weeks, as I understand it. And I did speak to someone who's close to the talks, who spoke to one of the Chinese officials. And the Chinese say that they felt that Janet Yellen was genuine. So that's a fairly big step forward, even though these are very difficult talks, as your correspondent said.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电动车产业存在所谓产能过剩、倾销等指控，中方积极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分歧。